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那么今天呢，又是一期网友问答。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问题。有网友问我说，是我喜欢什么狗啊？很简单，我喜欢牧羊犬。那我师傅他是警犬训练员，然后呢他是猎犬专家，但是我呢就是喜欢牧羊犬，因为我喜欢牧羊犬的那种活力、那种精力、那种容易训练已经高服从性。不过当然也强调过了，容易训练就不代表好养。那牧羊犬都是非常聪明的，所以他们很需要脑力和身体上的双重开发。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有心理疾病以及各种破坏的倾向。好，下一个问题是 Shadow 是什么线的？Shadow 理论上它属于长视线的狗，不过当然了，我本身对就是长视线这些东西都没有太在意。如果你问我长视线就是什么东西叫做合格，什么耳朵跟眼睛的距离要多少叫做合格，叫做完美，这个我是真不懂，这些东西都是人编出来的，我也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所以对于长视犬来说，我是绝对的一个外行，我也没有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不过呢，如果你硬要说Shadow身上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的毛色，就是它黑的地方不够黑，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带有黄色的杂毛，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不够完美，长视线不够完美。不过还是那句话啦，我不太 care 就是什么长视线的东西。那下一个问题是，之前有个网友说，就是说狗狗拍 X 光就一定要打麻药。那当然他那个问题挺长的，我就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网友问的意思就是说那打麻药是不是会对狗狗造成就是生命危险？那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首先我先回答就是说，拍 X 光就一定要打麻药吗？那肯定不是的。如果狗狗愿意配合你拍 X 光的话，那其实是不用打麻药的。有的时候医生可能只是给一点镇静剂，让狗狗有一点就是那种昏昏迷迷，没有完全昏过去，是有一点迷迷的那样子也可以了。因为如果你是今天狗狗出车祸，就是被撞了，然后呢全身好多地方都骨折，那它痛的不行的话，那可能是没错，那要打一个全麻，就是还要戴上口罩那种，然后进行拍 X 光。所以这也就为什么小狗是一般不需要麻醉进行 X 光的。然后大狗的话，有的时候是安全问题吧，因为网友说他问了一个比较权威的这个宠物医生，那当然了，医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啦，每个医生有自己的想法啦。那他可能是觉得就是打了麻药，狗狗乖乖躺在那个地方会安全很多。但事实上也是，如果你说拍到一半，然后狗突然跳起来，然后把灯什么给砸到、撞到，那确实也不太好。不过你是说大狗就一定要打麻药，那肯定不是。我见过很多狗不需，如果只是拍个 hip 的话是不需要的。那接下来这个网友考虑到的就是说麻药对狗狗有生命危险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的。不过讲实话，如果狗狗没有对药物有过敏反应，或者说狗狗本身身体就健康的话，那一个半岁、1岁大的狗狗，它是说打个麻药会死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罕见的，几乎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不是说没有那我也问过兽医有没有这种情况，他说我们说有，那是非常非常低的概率，因为你6、7、8个月的时候狗狗都会结扎嘛，那结扎都会要打麻药，那你说因为一个结扎手术因为打麻药死的这种是极其罕见的情况。但我之前呢也确实有研究过，就是这个麻药对狗狗就是危害程度，就是有没有致死的可能性，这个我之前是真的有认真研究过好多就是学术上的那些说法，所以我也有一点心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听这么枯燥的内容的话，留言告诉我，我之后就专门做一期。那我之前有说过，就是1岁最好要带狗狗去查一下他们的髋关节，拍个 X 光片，然后查一下他们髋关节。不过当然这只是我建议而已，那我本身不是兽医，我肯定不是专业兽医，所以说大家尽量还是听兽医怎么讲。如果兽医说，一般兽医都会就是看，首先如果你的狗狗它不是高风险，有髋关节问题的狗，然后再加上就是狗狗看上去走路什么行为看起来都没有髋关节问题，那医生可能就说没事，你不用浪费这个钱。不过当然拍一下也没什么。那我本身养的是属于就是髋关节有高风险的问题的狗，德国牧羊犬嘛，非常著名的髋关节问题。所以在狗Shadow半岁的时候，他进行结扎手术的时候，我就顺便让医生给他一起拍了，就反正都要打麻药了，那就顺便一起拍了嘛。然后呢，但是因为拍得太早，所以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等到Shadow真正发现，就是我发现他髋关节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从他的站姿上发现他有一点问题的时候，那已经差不多1岁多了。所以说1岁以前，其实狗狗有的时候就算有髋关节，有的时候也很难看得出来。不过有些狗会容易看得出来，就像最近有个网友就问我说他有一只挪威纳
才6个月就已经被确诊了髋关节不太好。然后这位网友他也很担心，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手术啊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医生这种东西很参差不齐的，而且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明明不用手术，他们也让你手术，因为手术最赚钱嘛。所以我就说你先找2-3个医生，先判定一下是第几级。后来他判定出来是3级，也就是 fair， 从最好、普通第3级，一共7级嘛。那第3级那其实就真的，其实只要保养好，问题就不是很大了。所以说不要被忽悠到，就是说髋关节问题手术，就大家不要被这种东西给忽悠了，不要给骗了。那我之后也会专门出一期视频，就是教大家怎么从狗狗的跑步啊、走路啊，还有就是跳啊、上楼梯这种姿势，去判断它们的髋关节是不是存在风险。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狗狗多久不用进笼子？那这个问题其实就不好说，因为这要看你之前的就是家庭教育做的怎么样，家庭训练做的怎么样。那 Shadow 的话，大概是在2岁半左右，我开始让它就是不用待在笼子里面了，也没出过什么事，就偶尔我不在家的时候回来，发现他把垃圾桶里面的纸拿出来，就是咬的稀巴烂。因为那后来我就把所有垃圾桶都换上有盖子的那种。那这里也给大家普及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以为说家庭训练是训练，其实不是，家庭训练是一种习惯，一种教育，就是一种长期下来的一种习惯和教育。就比如说你妈不让你做一些坏事，但你就一定会听你妈的吗？那肯定不是。我小时候也很调皮捣蛋啊，被打了我也不怕呀，我该坏还是坏。不过这种东西嘛，慢慢教育，慢慢那个，像 Shadow 那样子啊，有一次我就在这样房间里面，我躺在床铺上，然后我就听到他那边啃什么东西，我以为他在啃骨头，结果就觉得声音不太对，结果一回头，这小子把我床脚就这里。然后这个东西现在还在，就是他一回头就把我床脚给咬烂了。那我能说他什么？不能啊，这明明是这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看好它。所以你让一只狗这样不到1岁或者1岁多，让它自己在家里乱跑，你又不盯着它的话，那它做错了所有坏事都是你的错。那家庭训练我之后详细跟大家分析怎么做。不过还是那句话，看好你自己的狗，把东西给收好。那我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有多整洁的人，但是如果我今天家里有一只幼犬的话，那我就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整洁的那个人。那同样道理，就是你把一个2-3岁的小孩自己关在家里，那他能做出什么事情来，那就是看天了，对吧？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责任都是大人的，就不可能是小孩子的责任。所以说家庭训练，但我更喜欢英文说的就是 house manner， 就是家庭礼貌礼仪，对。所以它这不完全是训练，大家懂吧？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给留言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回复你。也请大家点赞、订阅、关注，感谢大家，拜拜。顺便说一下，最后1个星期了，不过大家在我之后视频里面，可能还是会看到我这个 cast， 因为我视频很多都是提早拍好的，然后按顺序去发出来。好，拜拜。